谁都无法否认啊，在过去的1年中，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呢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起起伏伏。您可能心中也有疑问啊，加拿大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政策调整？未来的移民之路又将会走向何方呢？加拿大是否还是一个理想的移民目的地？要回答以上的问题啊，光靠局部的观察和感性的评价是不够的啊。要想真正的把握未来的大致走向呢，我们更需要从原理上洞悉加拿大的移民规则，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了解加拿大到底缺什么，又应该补什么。今天大伟呢就来给您分析加拿大的底层逻辑，看看加拿大移民如何走到今天，未来又将会去往何方。美国总统川普啊，向来是以严苛的移民政策而闻名。他非常爱说的一句话呢，就是移民美国并非是一种权利 right， 而是一项特权 privilege 啊。我们不去评价川普啊，但是这句话可以说呢，是代表了整个西方国家对于移民的一种整体态度。其实无论是美加澳新等新世界移民国家，还是欧洲、亚洲等传统民族国家，他们吸引移民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利益啊，对本国有益。当然了，有少部分的这个难民庇护或者是家庭团聚类移民呢，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但是主流的移民体系其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经济。这也是经济类移民的一个由来啊，包括投资移民、创业移民、技术移民、留学生移民等等等等啊，其实都可以归到经济类移民的大类中。那么加拿大这个社会有什么经济问题需要移民来补充来解决呢？如果我们浅层次的理解啊，无非就是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资金、技术来到加拿大，给经济做贡献而已，好像没什么复杂的。但是如果您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加拿大社会最明显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人口问题。将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呢，只有4000万的人口，这也使得加拿大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啊！没有人，什么经济发展都是空谈。但是呢，仅仅是吸引移民就能够解决人口问题吗？也并非是如此简单。加拿大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呢是 1.26 啊，2024年的数据还没有发布，但很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降低。也就是说呀，每名女性一生中只生养 1.26 个孩子，而一个社会想要维持人口不减少，总和生育率呢必须要达到 2.1。加拿大的 1.26 就意味着啊，未来每过30年到40年，加拿大的人口将几乎减半。我曾经做节目详细说过加拿大的低出生率的问题。那么在西方的主流发达国家中啊，加拿大的总和生育率是倒数第3，仅次于西班牙的 1.12 和意大利的 1.18。而美国的总和生育率呢是 1.62， 澳大利亚是 1.50， 新西兰是 1.56。更严重的是啊，加拿大在经济发达地区，比如说 BC 省，它的生育率已经是跌破了1。那么这个数字呢，已经是低过中国和日本，快接近世界最低的韩国了。那么出生率低啊，也只是人口问题的一面，而另外一面就是人口老龄化。加拿大出生的高峰期呢，是发生在2战后啊，这部分46年到65年出生的人口呢，也被称为是婴儿潮一代。当然呢，这部分婴儿潮一代的人群为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呢现代经济发展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呢，婴儿潮一代的人群呢已经老去，普遍步入退休养老的年纪。那么这也给当前的加拿大社会是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目前加拿大的年龄中位数呢是 42.6 岁，6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呢是已经达到了782万啊，总人口占比是 18.9%。这个比例呢，到2030年将会上升到 21% 到 23%。这时候啊，我们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来了：移民能够帮助加拿大解决生育率低和老龄化的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2024年，加拿大新批准的永久居民的平均年龄呢是31岁，这个年龄虽然不老，但是也绝说不上是十分的年轻。2024年，即使是历史上最多移民的一年，48.3万的永久居民能对4000万人的加拿大人口结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啊，影响是不大的。移民呢，只能给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数带来缓慢的红利，但却对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带来不了太大的帮助。
出生率上啊，加拿大就没有一个数据能够说明移民群体究竟生了多少孩子啊。但是加拿大最近10年来啊，移民人数大增，但总和生育率呢却一直都在缓慢的下降。即使是来自印度、菲律宾、伊朗等传统高生育率国家的移民呢，来了加拿大之后，很有可能也入乡随俗啊，生孩子的意愿开始降低。而40万到50万的永久居民呢，对于改变加拿大的老年人供养比例也并没有实质的帮助，更是改变不了这个国家逐渐变老的事实。因为移民所带来的人口增加呢，毕竟不是本国出生的新生儿，移民呢也在快速的变老。仅仅30年之后啊，新移民也将变成需要社会供养的老人。如果想要靠移民来改善人口结构，就需要持续不断的大幅度的加大引入移民的数量和速度。但是加拿大过去10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行的。而加拿大的移民体系能够做的，就只有尽量的招收更年轻的移民。所以啊，您会看到，在现在联邦经济类移民的项目中呢，年龄的打分权重呢，甚至超过了学历、工作经验、语言等因素。年龄只要29岁以上就开始扣分，而超过了35岁就几乎丧失了竞争力。看到这儿啊，您就应该理解加拿大为什么喜欢要年轻移民。除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可以更好的融入的因素之外呢，其实加拿大的人口结构才是更加重要的原因。而这个趋势呢，将会在加拿大的移民体系中持续放大。年轻呢，将永远是移民加拿大的一个重大优势。这也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底层逻辑。而第二个底层逻辑啊，就是劳动力问题。对比欧洲移民和美国移民呢，您可能会发现加拿大在商业移民或者说投资移民上没什么兴趣啊。欧洲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匈牙利、马耳他、塞浦路斯，甚至横跨欧亚的土耳其，都有很多名目繁多的这种投资移民种类啊。而美国呢，也有大名鼎鼎的EB5投资移民，以及川普最近推出的金卡项目。那么这些投资移民虽然要求各不相同，但它的原理呢，不外乎就是一点啊，就是花钱买身份。他们的主要要求呢，是在个人资产和居住年限等啊，但对职业、学历、年龄都没有任何的要求。所以呢，这类投资移民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要钱、要投资、要拉动房地产销售，或者是创造工作岗位。而对申请人能否给当地劳动力市场做贡献呢，其实是没有任何奢望的。甚至呢，希腊的黄金签证永久居留啊，居然是不允许申请人工作的。而加拿大的移民呢，则是完全不同的诉求。这个社会更加看重的是劳动力的补充。那么加拿大缺劳动力吗？这又是一个无法正面回答的问题啊。之前加拿大的劳动力短缺呢，都是周期性的。你比如说2战后的恢复期，或者说石油行业的快速发展期啊，又或者疫情后的2022、2023年，都是保持了对用工的一个旺盛的需求，确实需要劳动力。但是现在的加拿大经济增长停滞，2025年6月份的整体失业率已经是高达了7%，失业人数是达到了160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4%。但即使是在这样低迷的经济环境下呢，其实加拿大依然还是缺劳动力的。原因呢，主要有3个。一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总体上来看啊，现在的加拿大正处于一个出生率急剧下降，而老龄化却在不断增加的非常时期。老年人和工作者之间的供养比例呢，不断的放大，甚至在总人口方面啊，如果不考虑移民，加拿大的死亡人数已经是超过了出生人数。仅仅是在2025年的第1季度，加拿大的死亡人数就比出生人数多了5628人。也就是说呀，如果没有移民，加拿大1年就要减少2万多人口，而且呢，还是在快速的增加中。总体而言啊，本地的适龄工作人数是持续的减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缺乏劳动力的第2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劳动力结构的问题。21年到24年，特鲁多政府敞开国门，接收了数百万的临时居民啊，也就是学签和工签的持有者。仅2023年，包含临时居民在内的总人口的增长呢，就达到了3.2%，一年是增长了100多万人。而这个数字呢，比2001到2015年之间呢，是整整增长了4倍。理论上啊，在短期内来了这么多人，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其实啊，还是没有。
问题呢就出在了移民的构成上。由于特鲁多政府在政策上的失误呢，导致了大量低技术等级的临时居民的涌入。拿留学生来说啊，光安省的一个公立大专一年就能够招收3万多个留学生，那么入门门槛极低，而且绝大多数呢都是来自于南亚的学生。这等于是公立学校都已经沦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凭工厂。而这些留学生来加拿大也并非是为了学习或者是提升职业技能，就是想利用留学和毕业工签来实现移民。而大量从欠发达地区涌来的临时居民呢，在职业技能上并不能补充加拿大劳动力的空白。在真正需要发展的领域，那么无论是 IT、金融、生物制药、高端制造、机械等行业呢，都依然是存在人才短缺的问题。而低端的工作领域，你比如说快餐店、超市、Uber 司机等等职位呢，却是人满为患。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说到美国对于加拿大的蚕食。不只是在自由贸易和资源上的掠夺，美国还通过其强大的吸引力挖走了大量的加拿大高端人才。保守估计啊，至少有上百万的加拿大人长期生活在美国，而这其中有一半人是在美国从事的高等级工作。因为最简单的道理啊，美国给加拿大人特殊的 TN 工签，其对学历和职业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而且啊，能够在丛林法则下的美国生存，也必然是有着很强竞争力的加拿大人。一个优秀的 IT 工程师，同样的工作，在美国的收入会比加拿大高出至少1倍啊！其他的很多热门行业都是相似的情况。那么您想啊，这些加拿大的优秀人才有什么理由不去美国发展呢？而仅仅在2024年，就有大概3万名加拿大学生在美国的高等院校留学。要知道，加拿大的大学的学费只有美国的1/5到1/10。这些年轻人放弃如此便宜的加拿大大学不读啊，而去选择美国留学，也一定是攻读金字塔尖的学校和专业。您想啊，这些顶尖的人才和学子都被美国挖走了，加拿大的高端行业能没有找不到人的困扰吗？所以在川普推行全面收紧的移民政策后呢，加拿大的很多人也在呼吁反过来吸引美国的人才。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说说而已。除了少部分大学的学术人才，加拿大在商业上与美国实在是相差太大了。加拿大最务实的选择呢，还是通过科学的移民政策吸引来自全世界的高端人才。所以从这个底层逻辑来思考呢，加拿大的低等级职业移民其实并不乐观。在细节上啊，我们无法预测到底农业移民还会不会再开放，保姆移民的人数会不会增加，或者技工移民又会不会再拓展岗位。但是呢，从整体上而言，低等级职业移民的数量呢不可能增长。加拿大现任总理马克卡尼呢拥有极为资深的商业管理经验，而移民部长迪亚布呢又是管理省移民10几年啊，从基层做起的科班出身。我们相信啊，会一改上一届特鲁多政府的浮夸作风，更加务实地利用加拿大的移民体系，吸引真正高素质的人才。学历、职业经验、语言能力，在未来的移民选拔中呢，将会进一步的凸显重要性。而仅仅靠一份雇主的低等级工作经验就能够取胜的日子呢，很有可能是一去不复返了。而劳动力缺乏的第3个原因啊，很少有人会察觉，反而是移民越多，劳动力缺口越大。因为移民除了有劳动力的价值外呢，更有着巨大的消费价值。其实啊，很多的移民都是拖家带口、举家搬迁，孩子的教育、日常的生活都会激发更多的劳动力和就业岗位的需求。最简单的道理啊，在临时居民爆棚的23年、24年，加拿大奇缺幼教、护士、建筑工人、物流司机等岗位。但是呢，这些新增的岗位其实就是新移民创造的最直接的劳动力需求。看到这儿，您是不是也有些糊涂了啊？移民到底会补充劳动力市场，还是会带来劳动力短缺呢？其实啊，没有人能够给到一个明确的答案。经济学啊，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学问。但是呢，谁都无法否认的是，加拿大长期缺少的是高端劳动力啊，是能够真正给这个国家带来创新技术活力的人才。而低技术岗位的缺乏呢，则是暂时的，是周期性的。只要把握住这个基本点，在您选择留学加拿大的专业，或者为移民加拿大而选择规划的时候呢，就要有所认知。高学历、高语言水平、高技术含量、高薪资的职业，一定是有着更多的选择空间。
而低学历、低技术含量的职业，哪怕是某个移民项目的紧缺职业，但是呢，往往政策是稍纵即逝，其风险更大，余地也更小。下面进入第3个底层逻辑啊，区域发展失衡。我们都知道呢，评价一个国家是否真正的强大呢，要看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看底线，而不能只看少数几个1线城市的高楼大厦。美国的强大呢，不仅仅在于加州，更是在于即使是在一些小地方，经济发展都不差，甚至是一些顶级的大学和公司的总部呢，往往都是位于一些不知名的州。那么再来看加拿大呢，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众所周知啊，加拿大有13个省和地区，但是呢，只有4个相对富裕的省份，分别是多伦多和渥太华所在的安大略省、蒙特利尔所在的魁北克省、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所在的阿尔伯塔省，以及最西部温哥华所在的 BC 省。但是您知道这4个省份在加拿大的权重吗？我跟您说啊，这4个省份的人口合计占全国总人口的 86.5%。那么其中呢，仅安大略1个省就接近40%，而经济上的占比更高，4个省份的 GDP 占全国的 87.3%，而其他的无论是萨省、曼省，还是大西洋4省，亦或者是这个北部的3个地区，都可以说是欠发达地区。虽然这种欠发达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贫困啊，因为加拿大有着完善的联邦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啊，以平衡各地区人民的一个财富分配。所以啊，那些欠发达省份的人民生活水平呢并不低，但是啊，要论宏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配备以及学术和文化的建设呢，那欠发达地区就差得太远了。而这其中啊，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人口。还是那句老话啊，人是一切的基础。而我们前面提到了，如果不靠移民补充，加拿大自身的人口呢已经是出现了负增长，而且老龄化严重、人口流失最大的地区也是这些欠发达省份。那我们又一个关键问题就来了啊，是不是靠引入移民到这些欠发达的地区就能够解决加拿大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一直以来啊，加拿大的政府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才设立了省提名移民体系。各省呢有权利选拔招收符合当地情况的移民，从而呢把移民吸引到当地。但这真的有效吗？让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啊。新移民5年后的留存率，留存率最高的省份呢，分别是安省、BC 省、阿省和魁省。而草原2省和这个大西洋4省，甚至是3个地区的流失率呢，都是高达1/3以上。怎么样？这是不是与发达程度有着惊人的类似？也就是说呀，即使是通过省提名移民来到欠发达省份啊，最终很多的移民还是会选择2次搬迁到更大的城市，比如多伦多、温哥华和卡尔加里。各省政府虽然可以选拔吸引移民，但是在移民来了之后呢，却不能够限制人口的自然流动，因为加拿大的宪法呢是保障公民和永久居民都有同样的迁徙自由。所以啊，省提名移民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偏远地区的人口，但流失率也高啊，需要持续不断的补充。而另外一方面呢，流失的人口又去了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失衡。多伦多和温哥华人满为患，房价高涨啊，职场竞争激烈，而小城市呢，则还是一片萧条，移民呢一波又一波来了又走，而留下的呢，则是越来越多的老人。所以啊，为了解决这个悖论，加拿大各省政府呢也想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把工作当作移民的先决条件。想拿到省提名移民，就要先找到本省的工作，而且呢，逐渐提升标准，很多是需要工作1年之后才有可能得到选拔。那么这样呢，就等于尽量延长了移民在拿到身份之前在本省居住的时间，不但为劳动力市场和政府税收做了贡献，而且呢，移民在当地待的时间越长，越熟悉当地的环境，没准也就不走了。这样的做法呢，的确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呢，还是治标不治本。新移民来到加拿大后啊，流向工作机会更多、生活设施更完善的大城市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就像是当年美国移民啊，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后呢，几乎全部都是定居在纽约和波士顿，而华人移民则更多的是去了洛杉矶和旧金山。不但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更是有着同乡的照顾，移民更容易安顿。所以客观来讲啊，移民并非是解决加拿大发展失衡的一剂良药啊，虽然一直被寄予厚望呢，但是成效并不大。
2024年的11月，特鲁多的移民政策呢是饱受批评。在政府濒临崩溃之前呢，在压力之下的特鲁多和时任的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大幅削减未来3年的移民配额，尤其是将省提名配额直接砍半。这也直接导致呢，各省在2025年没有名额进行新的邀请，因为仅有的1年名额还要给到去年的积压。而目前加拿大的移民最大的困局呢，也就此诞生了。几年中呢，吸引了大量的临时居民，但是目前的主流的省提名移民却形同关闭。这就像是水库中已经蓄满了水很快就要溢出来了，但是水闸呢，却只能开一条小缝。各省当然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么省内呢，积压大量的临时居民，也需要有出口转成永久居民，各种示威不断，社会乱象丛生。所以几乎所有省份都在公开地向联邦喊话，要求增加省提名的配额。2025年的6月13日 ，NS 省，也就是新斯科舍省呢，是与联邦率先达成协议。2025年的配额呢，从2750人增加到了4250人，增加了1500个。虽然呢还没有能够恢复到2024年的水平，但已经是开始有所松动。这也为其他的省份呢争取到了一个样本。我相信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各省呢也会相继与联邦达成协议，增加名额，从而使得省提名开始逐步回归正常的邀请。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清醒地认知，省提名相对容易的年代呢，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即使在26年省提名配额能够回归到之前的水平，但各省积压的临时居民数量依然太多，无论任何一个省份呢，都是供大于求的局面。而各省呢，也必然是将进一步提高申请门槛，或者是设立一个浮动的标准，让申请人内部竞争。但是标准无外乎就是年轻、高素质以及更重要的本地经验。其实我们客观的来讲，35岁以上的成年人想要移民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或者是经验移民几乎是没有可能的。省提名呢，则是更现实的出路。要想在省提名移民中取胜，语言、学历等硬性条件自不必说。而省提名移民设立的初衷呢，就是要解决加拿大人口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更是各省争取到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所以基于这个原理本地的工作经验、本地的纳税、本地的职业牌照的作用将会进一步的凸显。尤其是2025年的上半年联邦引入了全新的偏远社区移民项目其原理呢与省提名是一样的，就是要把人输送到欠发达地区。所以从长期来讲，加拿大的省提名移民，尤其是欠发达省份和偏远地区的移民，还将是持续不断的机会。无可否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甚至是50年中，区域发展失衡呢，都将一直是困扰加拿大的主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呢，也只有靠持续不断的引入移民来缓解。就像是美国和加拿大在19世纪下半叶开拓西部的运动一样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逐步填平这块发展的洼地。那么这需要长时间的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只有了房子、学校、医院、体育馆，有了工作岗位，才能够吸引到其他地区的加拿大人搬迁至此。而在这个缓慢的积累过程中呢，省提名移民依然将会是欠发达地区新兴人口的主力。其实我们上述提到的所有的问题，无论是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问题，或者是高失业与劳动力短缺并存的经济结构问题，再或者是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移民呢都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虽然呢，移民不是万能的解药，甚至如果像小特鲁多政府一样急功近利的一味利用移民，那么只能是起到反效果，让加拿大掉入到人口陷阱。但是无论如何呢，移民都是加拿大发展的最底层的一个逻辑，更是唯一的希望。而对于那些计划移民加拿大的家庭来说呢，如果了解这些底层逻辑，我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和预测。在战略上呢，或者从长期来看，加拿大的移民将始终保持开放。虽然类似于现在的低谷期呢，将不断的重演，起起伏伏，但加拿大需要移民的这个事实呢，无法改变。而在移民的吸引力方面呢，这个国家无论是在多元化、包容性以及社会公平性上呢，依然是移民的首选，至少要比风云突变的欧洲和快速民粹化的美国要好。
而从战术上，也就是移民规划上来看，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调整期，依然是乌云密布。而且随着全世界移民形势的一个收紧呢，加拿大作为一个唯一的对移民保持开放的国家，竞争呢可以预计一直会保持激烈。未来加拿大的移民的捷径呢将会越来越少，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以及长时间积累本地经验，将会成为永恒不变的移民的必胜条件。最后我衷心祝愿每一个移民路上的家庭呢都能够实现目标，也希望加拿大的移民体系能够越发的完善，真正让移民成为加拿大腾飞的翅膀。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